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50岁之后听医师的话，乖乖吃钙片，1天1颗，从来没偷懒，连出国旅行都记得带。结果1年后去照骨密度，报告拿出来还是红字。你心里一定想，奇怪，我明明很认真啊，钙片也不便宜，1罐好几百块，怎么吃了跟没吃一样？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很残酷的真相，问题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那罐钙片根本没有被你的身体吸收，你吞下去的钙很可能大部分都直接跟着马桶冲掉了，花了钱，吞了药，骨头却一点都没补到。骨科医师看了几十年门诊，有一个共同的观察，来看骨质疏松的病人，10个里面有8、9个都有吃钙片，但几乎每一个人至少踩中一个补钙误区。有人一次吞高剂量，以为吃越多补越多，有人早上钙片跟铁剂跟咖啡一起吞，2个在肚子里打架，谁都吸收不了。还有人为了省钱，选了最便宜却最难吸收的那种钙，胃酸不够的人吃下去几乎等于吞了一颗小石头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把补钙的3大误区用倒数的方式一次讲清楚。第3名是选错种类，第2名是配错东西，至于第1名是最多人中招也最冤枉的一个，连很多每天准时吃钙片的模范生都逃不掉，我会留到后面才揭晓。另外，影片后段我还要公布一份食物补钙排行榜，我先破个梗，第1名不是牛奶，很多人喝了一辈子牛奶，以为这样就够了，其实真正的补钙冠军就藏在传统市场里，一小包可能不用50块。答案是什么？你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如果你今年超过50岁，或是家里有长辈正在吃钙片，这支影片请你一定要看完，因为吃错方法的钙片不只是白吃，有些组合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，甚至让其他药物的效果打折。看完之后，你会知道怎么让吃下去的每一颗钙片都真正算数。好，在进入排行榜之前，我们先从一个最基本却最少人知道的观念讲起。这个观念叫做钙吸收的天花板，搞懂它，你就赢过1半以上的人了。你可能以为补钙就像存钱，存越多越好，今天多吞2颗，骨头就多存2份。很抱歉，身体不是这样运作的。我们的肠道吸收钙是有天花板的，研究发现单次摄取的钙大概在500毫克左右，吸收效率最好。一旦超过这个量，吸收率就开始往下掉。你一次吞1000毫克，不代表吸收2倍，反而是吸收比例大打折扣，多出来的部分大多直接排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肠道吸收钙有2条路，一条叫主动运输，像有专人帮你搬货进仓库，效率高，但是搬运工的数量有限，一次搬不了太多。另一条叫被动扩散，浓度高的时候自己慢慢渗透进去，但效率差很多。所以一次灌太多钙进来，搬运工忙不过来，剩下的只能靠渗透，最后大部分的钙在肠道里走一圈，过门不入，原路离开。讲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你就懂了，这就像下大雨的时候，雨下得又急又大，土地来不及吸，雨水全部变成径流流掉了，反而是绵绵细雨慢慢下，土壤才吸得进去。补钙也一样，少量多次比一次灌饱有效太多了。所以如果你的医师或药师建议你1天补1000毫克，正确做法是分成早晚2次，一次500毫克，而不是图方便一口气吞下1颗1000毫克的高单位钙片。市面上很多钙片1颗就是600毫克甚至更高，你还一次吞2颗，等于有一大半是做白工。买钙片的时候记得翻到背面看一下每颗的钙含量，这个小动作比多花钱买贵的牌子重要多了。这里先埋一个伏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听过要分次吃，最后还是吃错？因为他们败在吃的时间点跟吃法。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要揭晓的第1名误区。先不急，我们照顺序来，从第3名开始倒数。补钙误区第3名，选错种类。你去药局或药妆店看，架上的钙片五花八门，碳酸钙、柠檬酸钙、海藻钙、氨基酸螯合钙，价差可以差到好几倍。大部分人怎么选？看价钱，哪罐便宜买哪罐，不然就是听柜姐推荐。结果最常见、最便宜的碳酸钙，
刚好就是最挑人的一种。先讲碳酸钙，它的优点是钙含量高，一颗里面纯钙的比例大概有40%，而且便宜， CP 值看起来最高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前提，它需要足够的胃酸才能溶解吸收。问题来了，50岁之后，很多人的胃酸分泌开始减少。医界普遍观察到，年纪越大，胃酸不足的比例越高，更不用说很多中老年人长期在吃胃药，尤其是氢离子、帮浦阻断剂那一类的强力制酸剂，胃酸被压得死死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吞碳酸钙就像把石灰石丢进冷水里，溶不开，吸收不了，最后原封不动排出去。所以碳酸钙有一个铁则，一定要随餐或饭后马上吃，因为吃饭会刺激胃酸分泌，这时候吞下去才有足够的胃酸帮它溶解。空腹吃碳酸钙效果最差，还容易胀气、打嗝、便秘。很多人吃钙片吃到便秘，跑来问是不是体质不合，一问之下几乎都是空腹吞碳酸钙。再讲柠檬酸钙，它的钙含量比较低，大概20%左右，价钱也贵一些，但它最大的优势是不需要胃酸就能吸收，空腹吃、饭后吃都可以，吸收率稳定。对胃酸少的人，有在吃胃药的人，做过胃部手术的人，柠檬酸钙是明显比较好的选择，而且它比较不会便秘，肠胃敏感的人吃起来舒服很多。那海藻钙呢？广告打很大，强调天然，海藻钙的主成分其实也是碳酸钙的形式，只是来源是海藻，常常附带镁跟一些微量元素，吸收特性跟碳酸钙接近，一样建议随餐吃。它不是不好，但你要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，不要以为贵就一定比较会吸收。帮你整理一个简单的选择法，胃好想省钱选碳酸钙，记得一定随餐吃。胃酸少有吃胃药容易便秘，选柠檬酸钙。不确定自己是哪一种，有一个简单的观察指标，如果你吃碳酸钙常常胀气、打嗝、便秘，那就换成柠檬酸钙试试看，身体会告诉你答案。种类选对了就稳了吗？还没有。就算你选对钙，跟错的东西一起吞下肚，照样白吃，甚至还会拖累其他的药，这就是误区第2名，配错东西。在讲之前，我先讲一个门诊里很常见的真实案例，你听听看熟不熟悉。一位68岁的陈大哥，退休老师，做事一板一眼，他有缺铁性贫血，医师开了铁剂，骨密度不好，他又自己买了钙片。陈大哥想说，药就是要集中一起吃才不会忘记，所以每天早餐后，铁剂、钙片，再配上他几十年雷打不动的一杯黑咖啡，一口气全部解决。他还很得意，觉得自己超自律，从来没漏掉一天。半年后回诊，贫血没改善，骨密度也没起色。医师一问他怎么吃的，当场摇头。钙跟铁在肠道走的是类似的吸收通道，2个一起吞，就像2台车硬要挤同一个单线道，互相卡住，谁都过不去。再加一杯咖啡，咖啡因会增加钙质流失，又补上一刀。陈大哥每天早上那一把药，等于是花钱买心安，两头空。后来医师帮他重排时间表，铁剂改到早上空腹，配一杯维生素 C 丰富的柳橙汁帮助吸收，钙片改到晚餐后吃，咖啡照喝，但跟钙片隔开2小时以上，什么都没加，只是把顺序排对。过了几个月，2个数字都开始往对的方向走。陈大哥后来感慨地说，原来我不是身体差，是时间表排错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补钙不只是吃什么，更是跟什么一起吃，隔多久吃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误区第2名完整拆开来讲。补钙误区第2名，配错东西。这个误区有2个面向，第一个是该配的队友没配，第2个是不该一起吃的对手，通通混在一起吃。先讲该配的队友，钙片吃下去要闯过3关，才能真正变成骨头。第1关从肠道被吸收，第2关进到血液里运送，第3关沉积到骨头上存起来。很多人只顾第1关，完全忘了后面2关，钙进了身体却到不了骨头，一样是白忙。第一个关键队友维生素 D， 你可以把维生素 D 想成肠道的开门员，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，
肠道吸收钙的那扇门就只开一条小缝，你钙吃再多也只能进来一点点。医界普遍认为，维生素 D 充足的时候，钙的吸收效率可以明显提升好几成。你可能想说，台湾日照这么多，怎么会缺？偏偏中老年人维生素 D 不足的比例并不低，因为怕晒黑，防晒做好做满，整天待在室内吹冷气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机会很少，而且年纪大了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本来就会下降，所以现在很多钙片都做成钙加 D3 的复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个关键队友，维生素 K2。如果说维生素 D 是开门员， K2 就是交通警察。钙进到血液之后要去哪里？我们希望它去骨头报道，不希望它跑去血管壁乱沉积。K2 的角色就是活化一种叫骨钙素的蛋白质，引导钙质乖乖往骨头走。所以近年很多骨科医师跟营养专家会建议，补钙的时候 D3 跟 K2 一起补，让钙不只吸收的进来，还能送到对的地方去。K2 在食物里的来源，像纳豆、起司，还有一些发酵食品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配角镁。镁参与骨骼代谢，也跟维生素 D 的活化有关系。坚果、深绿色蔬菜、全谷类里都有，不用刻意买一堆瓶瓶罐罐，饮食均衡通常就顾得到。接着讲第二个，面向不该一起吃的对手。这里我直接给你一张隔开2小时的黑名单，建议你截图存起来。第一个，铁剂。刚刚陈大哥的例子讲过了，钙跟铁互相干扰，一定要隔开至少2小时。最保险的做法，一个排早上，一个排晚上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第二个，某些抗生素跟甲状腺药，钙会跟部分抗生素在肠道结合，让药效大打折扣。甲状腺素也一样，钙片会影响它的吸收。有在吃甲状腺药的人，通常建议甲状腺药早上空腹吃，钙片至少隔4小时之后再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台湾吃甲状腺药的人不少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，药效一直出不来，还以为是剂量不够，其实是被自己的钙片挡住了。第三个，咖啡跟浓茶，咖啡因会增加钙质，从尿液流失，茶里的单宁酸也会影响吸收。不是叫你戒咖啡，人生已经够辛苦了，是请你把咖啡、浓茶跟钙片隔开，至少1到2个小时，两边都不耽误。第四个，高草酸的蔬菜，菠菜就是经典例子。菠菜本身钙不少，但草酸含量高，草酸跟钙结合成草酸钙，吸收率非常低，所以吞钙片配一大盘炒菠菜，效果会打折。平常吃菠菜完全没问题，就是别跟钙片挤在同一餐大量吃。第五个，高盐的大餐，钠吃太多，肾脏在排钠的时候，会顺便把钙一起带走。台湾人外食普遍重咸，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。你一边认真吃钙片，一边天天盐酥鸡、卤味、泡面，等于一边存钱一边破财，存款永远不会增加。讲到这里，种类会选了，搭配也懂了，你可能想说，这样总没问题了吧？偏偏最多人栽在最后一关，这个第一名误区，很多每天准时吃钙片的人都中招，而且中了完全没感觉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容易发生。一位62岁的林阿姨，家庭主妇，对健康非常讲究，电视上的养生节目一集不漏。她听人家说钙要吃够1000毫克，就去买了高单位钙片，一颗就有1000毫克。她想说一天1颗，简单方便不会忘，于是每天早上起床，空腹1颗配白开水，顺便跟血压药一起吞。1年后检查，骨密度不动如山，甚至还往下掉了一点。林阿姨非常挫折，她说我连出国都随身带着钙片，怎么会这样？医师帮她一拆解，发现她一个人就挤满了好几个误区。第一，一次吞1000毫克，远远超过单次吸收的天花板，一大半直接白吃。第二，她买的是碳酸钙，却空腹配白开水，胃酸不够，溶都溶不开，难怪她常常抱怨胀气不舒服。第三，她从来没有补过维生素 D， 也很少晒太阳，肠道那扇门根本没开，钙在门外排队排到天黑。调整之后换成一次500毫克，分早晚随餐吃，加上维生素 D3， 鼓励他傍晚出门快走，顺便晒太阳。半年后再追踪，数字终于开始回稳。
你看林阿姨的问题，从头到尾都不是不认真，是方法错了。而她犯的最核心的那个错，就是我们留到现在的第一名误区。好，不再卖关子，正式揭晓。补钙误区第一名，吃错时间跟吃法，一次吞高剂量。为什么它排第一？因为它最普遍、最隐形，也最冤枉。选错种类，你的吸收是打折，配错东西是互相干扰，但吃错时间跟剂量，是从根本上让大部分的钙直接浪费掉。而且犯这个错的人，往往是最自律的那一群，因为他们想说一天一次高剂量，最省事，最不会忘记，结果自律反而变成陷阱。回到前面讲的天花板观念，我帮你把正确吃法整理成4条，非常好记。第一条，一次不超过500毫克，一天需要1000毫克，就分早晚2次吃。看清楚你手上那罐每颗的含量，超过500毫克的高单位钙片其实不是好选择。第二条，碳酸钙一定随餐或饭后吃，借用吃饭时分泌的胃酸。柠檬酸钙比较自由，什么时候吃都行，忘记配饭也没关系。第三条，晚上那一次可以排在晚餐后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夜间骨质代谢比较活跃，晚上让血钙稳定，对骨头比较有利。这个说法在医界还有讨论空间，但至少晚餐后那一次可以完美避开早上的咖啡、茶、铁剂跟甲状腺药，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。第4条，不要3天捕鱼2天晒网。骨头的代谢是以月、以年为单位在进行的，补钙像缴房贷，重点是每个月稳定缴，不是心血来潮一次缴一大笔，然后接下来半年不缴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，钙片要吃一辈子吗？原则上，钙的第一来源永远是食物，钙片是拿来补不足的缺口。台湾的建议量，成人一天大概1000毫克的钙，但国民营养调查发现，台湾人平均吃到的量常常只有建议量的5-6成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先估算自己每天从食物拿到多少，缺多少补多少，而不是无脑1天2颗吞到底。钙也不是吃越多越好，长期过量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。医界也有一些关于心血管负担的讨论，所以总量要控制。有慢性病、肾脏问题的人，开始补充之前，先问过你的医师最安全。好，3大误区到这里全部讲完了。选对种类，配对东西，吃对时间，你的钙片才算真正吃进骨头里。但我开头还欠你一个答案，食物补钙排行榜第1名不是牛奶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听到答案都会愣一下，因为它便宜到不可思议。现在揭晓食物补钙排行榜，先讲大家的直觉答案，牛奶。牛奶确实是很好的钙来源，一杯240毫升，大概有250毫克左右的钙，吸收率也不错。但如果用相同重量的钙含量来比，牛奶真的排不上第1名。补钙界真正的隐藏冠军是小鱼干，100公克的小鱼干，钙含量可以到2000毫克上下，是牛奶的好几倍，而且连骨头整只吃下去，钙质实实在在。传统市场一小包几十块，花生、小鱼干、炒豆干、味噌汤杀一把，都是台湾人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。当然要提醒，小鱼干比较咸，钠含量偏高，一次吃的量要节制，抓好平衡。第2名，板豆腐跟豆干，注意是板豆腐，不是嫩豆腐，因为传统板豆腐是用含钙的凝固剂做的。同样100公克，板豆腐的钙含量可以是嫩豆腐的好几倍，豆干又更浓缩。去卤味摊点豆干，其实就是在补钙，只是卤汁很咸，记得别喝汤底。第3名，深绿色蔬菜，地瓜叶、芥蓝、青江菜，这些草酸低、钙质高的蔬菜，吸收率其实很漂亮。芥蓝的钙吸收率甚至比牛奶还高，反而刚刚讲过的菠菜，钙多但草酸也多，吸收率差，不能算补钙的好队友。第4名，黑芝麻，100公克黑芝麻，钙含量超过1000毫克，撒在饭上，拌进烫青菜，冲一杯黑芝麻糊都方便。不过芝麻热量高，一天1-2汤匙就好，补钙顺便补好油脂。第5名才轮到牛奶、优格、起司这些乳制品，它们的优势是方便，
剂量稳定，喝牛奶会拉肚子的人可以改吃优格跟起司，乳糖已经被分解掉一部分，好，消化很多。你发现了吗？补钙冠军都在传统市场，不在药妆店。一碗味噌豆腐汤撒小鱼干，烫一盘地瓜叶淋芝麻酱，这一餐的钙可能就抵你一颗钙片。而且食物补钙有一个钙片给不了的好处，它同时把蛋白质、镁跟其他营养素整组带进来，是配好的套餐，不是单点。但是就算你吃的再标准，还缺最后一块拼图，少了它，吃进去的钙存不住，骨头照样流失。这块拼图就是负重运动。很多人以为补钙是吃的问题，其实骨头是用进废退的器官。骨头里有2种细胞在拔河，造骨细胞负责盖房子，蚀骨细胞负责拆房子。50岁之后，尤其女性停经后，荷尔蒙保护伞收起来，拆的速度常常赢过盖的速度。而要叫造骨细胞认真工作，只有一个方法，给骨头压力。骨头很现实，它感觉到重量，感觉到冲击，才会觉得自己被需要，才会把钙存进来变致密。你天天躺着吃钙片，骨头收到的讯号是这里不需要那么坚固，于是照样继续流失。太空人在无重力环境，营养再好，骨质照样快速流失，就是同一个道理。什么叫负重运动？不是一定要上健身房举杠铃，快走、爬楼梯、跳舞、土风舞、慢跑，这些身体对抗地心引力、双脚踩实地面的运动都算。游泳跟骑脚踏车很好，对心肺跟关节很友善，但因为水的浮力跟坐垫撑住了体重，刺激骨质的效果比较有限。想顾骨头，还是要让骨头实际承重。建议的做法很简单，一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负重运动，例如每天快走30分钟，走到微喘，还能讲话的程度。行有余力，加上简单的肌力训练，扶着椅背深蹲、弓箭步、提水瓶练手臂，一周2到3次，肌力好还能防跌倒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防跌跟骨密度一样重要，因为很多憾事不是骨质疏松本身造成的，是那一跤。顺便一个小提醒，运动选在早上或傍晚的户外，手臂小腿露出来，晒个10到15分钟太阳。维生素 D 自己合成，运动补 D 一次完成，一兼二顾。吃对了，动对了。最后一个问题来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些努力有没有用？这就要看懂骨密度报告上那个神秘的 T 值。最后这一段教你3分钟看懂自己的报告。骨密度检查最标准的是 DXA 双能量 X 光吸收仪，通常测腰椎跟髋骨。报告出来，重点就看一个数字 T 值。T 值是什么？就是拿你的骨密度去跟健康年轻成年人的平均值比较。你可以想成跟30岁的自己比，你的骨本还剩多少？判读标准很简单，记3个区间就好。T 值在-1以上，正常，骨本充足，继续保持。T 值在-1到-2.5之间，叫做骨质缺乏，也就是骨量开始不足。这是黄灯，也是最值得积极介入的阶段，因为这时候靠饮食、钙片、运动还追得回来。T 值低于-2.5，就是骨质疏松症，红灯。这时候光靠钙片跟运动通常不够，要跟医师讨论是否需要正式的药物治疗。这里有一个关键观念，一定要记住，钙片跟维生素 D 是保养，不是治疗。如果你已经确诊骨质疏松，或是发生过脆弱性骨折，像是轻轻跌坐一下就骨折，弯腰搬个东西脊椎就压迫性骨折，这时候有正式的骨松药物可以用，符合条件健保也有给付。千万不要想说我加倍吃钙片就好，那是黄灯的保养做法，不是红灯的治疗方式，越拖风险越高。谁应该去检查？一般建议65岁以上的女性，70岁以上的男性至少做一次骨密度检查。停经后的女性，长期吃类固醇的人，有骨折病史或家族史的人，可以更早开始。很多医院跟健检中心都有这项检查，社区有时候也有筛检活动。50岁之后，把骨密度当成跟血压、血糖一样的例行数字来追踪。12年看一次趋势，你才知道自己吞下去的钙片、流过的汗到底有没有反映在骨头上。进入结尾之前，快问快答，回答几个留言区最常出现的问题。第一题，
喝大骨汤补钙有用吗？很遗憾，骨头里的钙非常难融进汤里，一大锅熬好几个小时，溶出来的钙可能还比不上半杯牛奶。喝进去比较多的反而是油脂跟普林。大骨汤是美味，不是钙库。第二题，钙片可以配牛奶吞吗？不建议。牛奶本身就有钙，加上钙片单次总量容易爆表，超过吸收天花板。钙片配白开水就好，牛奶另外找时间喝，分开才是双赢。第三题，吃素的人怎么补钙？板豆腐、豆干、深绿色蔬菜、黑芝麻加钙豆浆，把这几样轮住吃，素食者一样可以把钙吃好吃满。第四题，葡萄糖胺可以固骨质吗？不行，那是两回事。葡萄糖胺是针对关节软骨的讨论，跟骨密度、骨质疏松没有直接关系，它不能取代钙跟维生素 D， 别补错方向。最后，帮你把今天的内容浓缩成3个带得走的重点。第一，钙片一次不超过500毫克，一天分2次。碳酸钙一定随餐吃，胃不好有吃胃药的人改选柠檬酸钙。第二，维生素 D 跟 K2 是钙的队友，记得补上。铁剂、甲状腺药、咖啡浓茶是对手，至少隔开2小时。第三，补钙3本柱，食物优先，钙片补缺口，负重运动把钙真正存进骨头，3个一起做才有效。